看看，这是泰国的苏旺纳普机场的人流。哎，再发个视频，再比较一下咱们中国的浦东机场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看看，同样是国际机场。好了，继续出发。现在浦东机场要飞20多个小时。现在是晚上9点多啊，本来应该是浦东机场国际航站楼出境的高峰期，但是现在看看，日上免税店都没什么人。浦东机场往虹桥方向去的这个市域铁路啊，就是那个地铁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不是有几个工作人员吧？我以为要排队呢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有，没人坐嘛？这难道不应该是往虹桥方向最快的方式吗？就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，大连周水的国际机场，周末晚上11点20分，看现在这些乘客的数量、吞吐量，哪有什么人呢？那边国际航站楼现在都晚上关门了，没有人，没有飞机，我就在这等着呢，连个美女都没有，没有坐飞机的。最近很多大陆网友发视频披露，曾经热闹喧嚣的中国各大机场，现在冷清的像个空城。曾经熙熙攘攘的航站楼，如今却是一片冷清。候机楼也是空空荡荡的，乘客稀少，免税店几乎全部关门。这种景象不仅令人震惊，也让很多人好奇，机场的人都去哪儿了呢？为什么中共口中繁荣昌盛的中国会出现这种景象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背后的真相。我们来看看首都机场的免税店，现在第3的出发人流量真的少多了啊！出境的这个免税店冷冷清清的啊，没什么人，全是店员，跟以前比差远了。而且很多免税店都关了啊，这边这一排基本都关了，大不如前。哎，也不知道怎么了这是。这上海浦东机场这边都没有人啊，我不知道以前什么样啊，有没有小伙伴知道的？那么我呢要去泰国啊，这边去泰国的人啊也不多，我给你看看啊，一直到那边那么远看才有，也就我估计20-30个人啊。这个网上说啊，说上海的韩国人多，但是我也没看着，可能上海太大了啊。兄弟们，今年的经济确实不怎么行啊，机场都没什么人，空旷如也。所以说这次也是到日本东京看一下那边的情况，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冷清，很空。10点，整个机场都没有。是我来的时间点不对，还是坐飞机的人变少了？随着五一长假来临，中国各大机场人流或许会有所增加，但是跟往年热闹喧嚣的人潮相比，还是相差甚远。事实上，中国官方从去年以来连续扩大单方面免签政策范围，但是却无法吸引西方游客来到中国。再加上国内营商环境日益恶化，外资大量撤离中国。而中国航空运输业除了在国内面临高铁竞争加剧，在国外也面临着地缘政治纷争带来的冲击。2024年以来，还多国多家航空公司暂停或无限期取消与中国之间的航线。而与此同时，中国3大国有航空公司已经连续第5年亏损。五一假期临近，中国主要运营国产飞机的幸福航空最近突然取消所有的航班，之前还被曝欠薪9个月，飞行员去送外卖，空姐卖爆米花自求生路。幸福航空公司从今天开始全面停航了。我作为幸福航空的一名一线飞行员，我感触颇深。3年来，我们没有收入，我们没有社保，我们不得不去送外卖、摆地摊、开滴滴来补贴家用。孩子交不起学费，老人吃不起药。这3年来，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家庭分崩离析？这3年来，幸福航空犹如一个重症病人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躺在 ICU， 活不了，死不成。3年了，终于要有说法了。不知道
是会凤凰涅槃，还是会永远沉沦下去？但是，该欠的债，总要有人来还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又爆大瓜了，航空公司已经没钱起飞了。幸福航空被曝取消了5一之前所有的航班，而且财务人员已经证实，确实没钱起飞了。他们的在职飞行员、乘务员都在靠送外卖、跑网约车维持生计。赶紧看看你的机票有没有被取消。有网友说，这样一看，会开飞机还不如会开车，飞机开不了了还可以开滴滴。你不会没有听过这家幸福航空吧？该用什么样的语气、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现在的乱七八糟的心情？4月27日啊，被曝幸福航空取消了5一前所有的航班。听说啊，欠薪断脚的有20多人，说是社保有的都断脚了。没办法，多名飞行员跟乘务员干起了兼职，什么送外卖啊和开个网约车、共享单车、日常维护这些。我在想，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工作，怎么会失业啊？难不成真的会开飞机的也不一定能谋生，还是会开车的不会饿肚子呢？多年努力下来，难不成要跟基层起着去干工作吗？看来幸福航班也不一定幸福啊。真的不要来当空姐了。作为一名飞行4年的空乘，身边离职的实在太多了。前几天又有一波离职的。虽然空姐的门槛很高，2000个人选60个不到，但是现在空姐真的没有那么吃香了。你们看到的空姐就是在天上送个饭、倒个水，不用花钱还能去各个地方旅游。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。一个2线城市就有5家航空公司，一个投诉不是罚款就是停飞。此前有大陆媒体报道表示，去年11月，幸福航空就有多名员工反映，公司长期拖欠基础工资和小时费，甚至部分员工的社保也是欠缺状态，欠薪涉及空乘、安全员等多个岗位。据员工透露，幸福航空的工资发放从2020年起就已经出现了问题。对这种现象，有大陆博主说，2025年确实有很多企业，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，还是一些商业的公司，都在加速崩塌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像这种航空运输、客运都是属于人口流通的一种商业形态，现在连出行的需求都在萎缩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现在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停滞到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步。大陆博主悲观地表示，2025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年份，从来没有想象过高铁没人，客车停运，连航班现在都停运了。随着贸易战不断升级，这种停滞可能只是刚刚开始。这博主说，经济会影响到每一个环节，经济就好比是血液一样，每个行业就像是毛细血管，当这个血液不能滋养到末端的时候，这些末端神经都会坏死。这就是当下我们看到的一些现况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服务区都开始倒闭了，破产了。对，我们来到这个服务区，就除了有这个保洁的，还有保安大叔，餐厅撤了，卖特产的撤了，卖吃的撤了，全部都撤。真是太离谱了，整个商场都集中倒闭了，这里几十年的辉煌，那一整片大楼，原先是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现在好空空如也，3栋大楼啊，你说得养活多少个员工？朋友们，最近美国的关税一加，浙江这边所有的厂子都跟地震一样。我们厂虽然没有做外贸，但是我们上游那些做家电出口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单子了，订单直接断崖式的下跌。现在啊，这些人转头就杀进内销市场，国内直接卷成麻花了。现在整个产业链都在发抖，上游一咳嗽，我们这些下游的厂连呼吸都跟着费劲。所有的厂车间里机器是没停，业务员呢全部撒出去抢单子了。可是市场就巴掌这么大块的地儿，20号人挤进来抢1碗饭，简直是惨不忍睹。大片几百台的设备，投资几千万，倒闭了，没活干了，养不起这些工人了，老板被迫要把这些设备全都卖掉了，开工厂当老板太难了。现在每天大量的工厂倒闭，一家挨一家的，这样的设备买的时候非常贵，现在遍地都是白菜价，都没人愿意投资了。现在的制造业到底怎么了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年被老外坑得这么惨。你们看，这满满一大仓库货呀，全是国外客户下的订单，当时他们只交了20%的定金，其余的钱都是工厂垫付的。他们说产品做出来以后再把其他的款项打过来，结果由于今年加的太厉害了，他们转脸无情，说不要了，要也可以，只出个半价。
我的天哪！你说出个半价，这工厂怎么生存？那就直接倒闭了。唉。我们保证把工厂开在东莞呢，说不定哪一天就直接倒闭了。你们网上可以搜一下啊，东莞高埠有一个叫豫园鞋厂的，他以前专门是给阿迪、耐克、百伦这些品牌做代工的。一个工厂16万人，你敢想吗？还有东莞有一个知名的电子厂叫做爱高，现在也倒闭了。我们铝包行业还有一个龙头叫利泰集团的，现在这些大厂要么搬的搬，要么倒的倒，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啊都特别不好。主要原因呢就是老美的制裁，逼得我们这些国内的工厂生存不下去。你看我们这个车间啊，原本是我们专门做外贸订单的，现在订单量少了，我们不得不把这里改成我们直播间包包的生产线，说有多少利润是不可能的，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工人不至于失业，可以让他们有事做，维持出开支而已。兄弟们，今年是行情最差的一年。现在好多厂都已经基本不用了，然后现在不要说什么烂厂、好厂，哪怕是烂厂，每天面试的人都特别的多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厂不错，然后面试的人也来了好多，估计今天也要不了那么多人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带进来。大家先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先做啊，先有收入，到时候过2个月，到时候行情好一点的时候再出来重新选择都可以。4月30号，中国公布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回49，正接连续2个月的短暂回升。新出口订单指数从3月的 49.0 降至4月的 44.7， 再次创下新低。很多做外贸的企业都撑不住了，不少跨境电商、物流公司出货量暴跌50%到70%，大批工厂公司裁员、停工、倒闭，大批工人讨要工资的消息在网上频传。那苏州目前的工厂现状说出来，你们可能都不相信。现在满大街都是找工作滞留的人，那不单单是苏州，整个江浙沪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状态。之前你看都看不上的垃圾场，现在想进都进不去。如果你正准备来这边找工作，我劝你三思。而且现在单价也是少得可怜，满大街都是19、20的工价，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。已经出来或者现在在找工作的，还是建议你降低一下工资的标准，找一个差不多的厂先过渡一下。进厂做容易啊，要钱难啊！你看，天天都是有人来要钱的呀。你把钱给那些嘛就好了嘛，就不用那么烦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